你以为打仗的时候黄金会涨，但上周五有一场数字告诉你，黄金不但没涨，还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的瞬间跌穿了200日均线。2天之内，金价从4400美元一路掉到4327美元，白银更惨，一夜之间跌了4个点。这不是抄底的故事，这是过去1年里最反常识的一次黄金暴跌。如果你手里有实物金银，或者你正打算买点金条银条防身，接下来的10分钟会比你看过的任何一篇分析都管用。今天我不讲宏观，不讲大道理，我就讲一件事，616之前金银到底会跌到哪，以及作为海外华人，你现在最该做的3件事是什么。今天我会把这件事拆成3段讲清楚。第一，金银为什么在非农业一起跌？这次和过去的暴跌有什么不一样？第二，200日均线跌破意味着什么？历史上哪几次跌破之后，金价是真的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实物金银和纸黄金区别到底在哪？海外华人现在最该买的是哪一种？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个数字，上周五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5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实际新增 17.2 万人，市场预期是多少？ 8.5 万人，实际比预期多了整整1倍。就这一条数字，直接把美元的降息预期砸成了0，甚至开始有人讨论今年联储会不会不降息反加息，这个概率已经从6月初的 38% 涨到了现在的 63%。而金银正是这轮预期翻转里第一批被砸下来的资产。上周五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5月非农就业数据，实际新增 17.2 万人，远超市场普遍预期的 8.5 万人，实际比预期多了整整1倍。同时公布的2个数字，时薪同比上涨 3.4%， 失业率维持在 4.3%。 就业市场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在加速，工资还在涨，找工作的人也没有变得更多，这意味着通胀的根基还在往上顶。市场立刻做出反应，美元指数当天从 99.43 拉到 99.98， 站稳100，10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冲到 4.53%。 这是金融圈最直白的解读，联储不降息了。芝商所利率期货显示，市场目前定价联储今年不仅不降息，还有大约 63% 的概率要加息。3周前这个数字是 38%， 1周之内预期翻转。而金银就是这个预期翻转里最先被砍仓的资产。现货黄金上周五当天跌 1.7%， 连续3天累计跌幅接近 3%。 银价更惨，一夜之间跌了 4%。 金价已经在上周五正式跌穿了200日移动平均线，这个位置被技术分析师称为金价的终极防线。白银已经跌到了过去3个月的新低。要理解这次金银为什么一起跌，要从3个层面看。第一个推手也是最直接的，美元。上周五美元指数从 99.43 直接站上了100。大家记住一个基本规律，黄金以美元计价，美元强，金子就弱，这2个东西几乎永远反着走。这次美元为什么能站上100？因为联储降息预期被打掉了，预期翻转，美元就翻转。第二个推手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周五美债收益率飙到了 4.53%， 这个数字对金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在变高。你买1盎司黄金不生利息，但你买美国国债 4.53% 的年化收益几乎是确定的。当无风险收益这么高的时候，资金就会从黄金里流出来去买国债。这次收益率的飙升和金价的下跌在时间点上完全吻合。第3个推手可能最让华人意外，中国央行。5月份中国央行连续第7个月增持黄金，整个5月买了将近10吨，这是非常强的长期托底信号。但问题是，央行的买入和散户机构的卖出方向不一样。央行买金是战略性配置，不看短期价格，而 ETF 资金在上周五的抛售是恐慌性的，是被强平、被止损逼出来的。当恐慌性抛售遇到战略性托底，价格依然会跌，这就是上周五金银齐跌的真相。但有一个细节让所有分析师都看走眼了，你以为这次跌完之后金银就该反弹了吧？并没有。
黄金在跌破200日均线之后，没有任何技术性买盘进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正的卖压还没有结束。接着看章节2，我会告诉你这次全球资本市场到底在怕什么。先把上周五全球资本市场的反应摆出来。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跌了 4.18%， 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日最差的表现。芯片股整体蒸发了1万亿美元的市值，韩国股市直接熔断，全天跌 4.7%， 日经指数跌 3.6%， 台股跌 3.4%， 港股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整数关口，单日跌293点。整个亚太市场一天之内蒸发的市值超过15000亿美元，而更让华尔街震惊的是，华尔街的9周连涨在上周五彻底终结了。这是标普500指数自2024年以来最长的一次连续上涨周期，9周的涨幅1周之内被抹掉了一大半。这个全球同步下跌的剧本只有一个解释，市场在为高利率更久重新定价，而当这种重新定价发生时，逻辑就变成了所有资产都在被重新评估，股票被卖，因为分母端折现率上升；债券被卖，因为你觉得它还会再涨更多；大宗商品被卖，因为美元在涨；就连黄金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也被流动性紧缩逼着卖。这就是上周五金银跟股票一起跌的核心机制，不是黄金失去了避险属性，而是大家都在变现去补股票那边的保证金。说一个历史对照，2022年6月，美国 CPI 冲到 9.1%， 当时市场同样预期联储会快速转向降息，结果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放鹰，说通胀不降，利率不松。那一次黄金从1950美元一路跌到了1620美元，跌幅接近 17%。 白银更惨，从27美元跌到了18美元，跌幅超过 30%， 这是过去5年里金银最惨烈的一次中期调整。而现在的情况跟2022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关键的不同。2022年那一次是市场被迫接受高利率会持续，而这一次是市场刚刚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换句话说，2022年那一次是利空已经反映在价格里，而这一次是利空刚刚开始被市场消化，这也意味着短期内金银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但如果你把时间窗口拉长到3到6个月，真正决定金银方向的是616到617的美联储会议，到时候鲍威尔说什么比现在所有分析师的预测都重要。而海外华人最关心的其实不是黄金接下来怎么走，而是我手里那点实物金银跟券商账户里的纸黄金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一件事儿如果你搞错了，那你亏的就不只是今年的钱，而是接下来5到10年的购买力。接着看章节3，先把一个很多华人没意识到的误区讲清楚。误区1，纸黄金就是黄金。错，纸黄金、黄金 ETF、券商账户里的 GLD、SLV 本质上都是一张欠条，你买的是某家机构对黄金价格的一个追踪承诺，你不能去券商说我要提1公斤金条出来，这跟真正的实物金条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误区2，金饰就是金条。错，金饰有公益溢价，零售价通常是金条现货价的 1.3 到 1.5 倍，你买1万元的金饰，实际含黄金价值可能只有6500到7500，剩下2500到3500全是公益费，你卖出的时候公益费1分钱都拿不回来。金饰是消费品，金条才是投资品。误区3，银行积存金能随时提取实物，不一定，国内4大行的积存金多数只能在分行之间调拨，跨行提取、跨境提取、提取特定规格，比如1公斤金条，非常麻烦。而海外华人最常碰到的场景是，你想把黄金从国内转到海外，这中间的物流费、保险费、清关费可能吃掉你 5% 到 8% 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华人配置实物金银必须选对平台。具体怎么选，我给你3个考量维度。第一，流动性，你买进容易，卖出也容易吗？实物金条不像股票没有实时报价，你需要找一个有持续回购能力的平台。第二，溢价，不同平台对同一根金条的报价差距可能高达 5%，
有的平台把溢价藏在手续费里，有的藏在国际运费里，买入价、卖出价、价差这3个数字你都要看。第三，存储，1公斤金条值5万多美元，放在家里保险箱被偷了，保险公司不一定赔，放在银行保险柜，租金1年几百到几千美元。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案是平台提供的分配账户服务，你买的是金条，但平台替你存在新加坡、瑞士、香港的专业金库里，这叫已分配账户。跟纸黄金最大的区别是，它有真实的1根金条对应你的名字，在清算的时候它不会变成一张欠条。那现在是不是抄底时机？这个我不能给你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判断框架，算3个数。第一个数，你的月薪乘以3，这是你的失业缓冲。如果这个数小于你6个月的房贷还款，那你不应该现在买金条，你应该先补现金。第二个数，你现有金融资产乘以 5% 到 10%， 这是合理的实物金银配置比例。如果你现在完全没有实物金银，那这次回调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但前提是你得先有那3个月失业缓冲。第三个数，你愿意持有这个金条多少年？如果答案是3年以内，那你不应该买实物，你应该买国债或者货币基金。如果答案是5年以上，那现在就是分批建仓的时间窗口。3个数都算清楚了，你就有答案了。接下来1周你应该做3件事。第一件事，定一个数据。每周四下午 SPDR Gold Trust 会公布 GLD 的持仓变化， SLV 会在同一天公布白银持仓。如果这2只 ETF 的持仓继续下降，那就说明机构在继续抛售。机构不看好的时候，散户不应该接飞刀。如果持仓开始企稳或者回升，那是机构在抄底的信号。这个数据比任何分析师的预测都准。第二件事，算你的3个数：失业缓冲、配置比例、持有周期。这3个数我刚才在章节3里讲过。现在拿出一张纸，15分钟之内算完。如果算出来你不应该买，那就别买；如果算出来你应该买，那这次回调就是你的机会。第三件事，想3个问题。问题1，你能持有这根金条5年不看价格吗？如果不能，那就买国债。问题2，你的实物存放地安全吗？如果家里没有保险箱，那就不应该买超过1盎司的小金条。问题3，你卖出的时候能找到回收商吗？如果你在一个没有正规回收渠道的城市生活，那买实物就不是好选择。3个问题都回答是，那你就属于适合配置实物金银的人。3个问题里有一个否，那你就应该先解决那个否，再考虑买金条。视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投票，你现在手里有实物金银吗？ A 有，占总资产 5% 到 10%， B 有，占总资产超过 10%， C 还没有但正在考虑， D 没有也不打算配置。把你的选项打在评论区。另外周3也就是6月10号美东时间下午2点，我会做一场直播，详细讲一下616联储会议之前金银的3个关键价位。想参加的朋友看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点个订阅，我们周3见。本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